这是埃及的金字塔，它建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200年，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公元前221年，足足早上2000多年。那么古埃及文明真的比古华夏文明还要早吗？在古埃及建金字塔的同一时间线，我们华夏文明处于什么阶段呢？夏朝。这是古蜀国三星堆考古出土的太阳轮，然后我们对比古埃及文明壁画中的太阳轮，这不就是重合的文明吗？并且在这同一时期，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已经早就出现了城邦，并且还发明了楔形文字，这都是在公元前2、3千年各地文明同步的状况。后来时间线又到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，具有半神话性质的夏朝结束，华夏文明已经进入了商朝的统治。就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上，英国巨石阵也才修建完成了300多年，而商朝建立的同一时间节点上出现的亚摩利人，他们渐渐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平原，建立起了独立的城邦。其中一个名叫巴比伦的城邦逐渐独占鳌头，之后便成了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。而这时的古埃及的雅赫摩斯一世带领古埃及进入全盛时期，也就是新王国时期，并且同一时期的亚述人获得了独立，奥尔梅克文化也逐渐的兴起。时间线来到了公元前770年左右，中国进入了东周时期，外族攻陷周朝的首都镐京后，周天子被迫携王室东逃，中国就这样进入了东周时期。周朝的领土分裂成更多独立自主的国家，而东周的后半段就是我们称之的春秋时期。那么春秋之前，东周时期这一时间线，罗马帝国也刚开始建立，斯巴达成为了希腊的霸主。在这个时间线再往后推200-300年，中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，孔子、老子、墨子才陆续出现。如果像这样通过时间线去学习全世界的历史，你会对历史和世界上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感到特别的清晰。所以这本书我极力推荐 DK 时间上的全球史。以上说的这些呢，才是书中的区区冰山一角。翻开这本书就能从几百万、几万年前一页一页翻阅到2021年，不仅适合8岁以上的孩子，就连老人阅读起来也丝毫没有障碍。它能让你了解历史的思路更加的清晰，说任何一个朝代、任何一个文物，在脑海中都能呈现出不同文明、不同国家都在干什么，可以让你的孩子或者你迅速对历史进阶的一本书，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。